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向阳花定档，预告曝光，赵丽颖挑战自我饰演陪酒女。国产电影市场这些年，商业大片层出不穷，可真正打动人心的现实主义作品却少得可怜。谁能想到，在哪吒2之后，一部小成本电影《向阳花》竟然成了热门话题。赵丽颖主演，女性群像，底层奋斗，光是这些关键词就够炸裂。但问题来了，这部电影到底凭什么这么受关注？不是苦情戏，而是活着的挣扎。向阳花的故事，说简单也简单。赵丽颖饰演的高月香，为了给失聪的女儿买人工耳蜗，不得不铤而走险，结果被判刑入狱。出狱后，她开始四处奔波，做清洁工、试用员、陪酒女，什么活都接，只为活下去。但这不是一部传统的卖惨片，高月香没有哭天抢的，更没有等待命运眷顾，而是像野草一样拼了命的往上长。看看她的生存方式，就知道这电影多真实。进监狱，她谁都不惯着，别人敢欺负，她就敢还手。出狱后，她没时间悲春伤秋，一门心思想搞钱，去酒店做清洁工，去药店做试验品，甚至去酒吧陪酒，只要能挣钱，哪怕被人当成消遣，她都认了。有人说，这样的女性太悲惨，可现实就是这样，很多人哪有资格选择体面？赵丽颖又一次撕掉白月光滤镜。如果说娱乐圈里谁最会选剧本，赵丽颖绝对能排进前3。从古偶小花到农村剧、正剧，她的每一部都在打破标签。这次的向阳花，她直接抛弃偶像包袱，演了个彻底活在社会底层、挣扎求生的女人。她在电影里穿得邋里邋遢，脸上没妆，眼神里全是疲惫。可当她站在酒吧推销酒品时，浓妆艳抹，脸上挂着标准化的笑容，你就知道这个角色有多拼命。她会为了卖酒装嗲，也会在被骚扰后死死忍住不爆发，因为她知道活着比面子重要。这种演技不需要大哭大叫，也不需要夸张的情绪，每一个细节都在讲述她的故事。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群像戏才是最大亮点。这部电影并不是赵丽颖的独角戏，而是一群女人的生存史。她们各有各的命运，各有各的挣扎。兰西亚饰演的黑妹是个聋哑人，出狱后努力想好好活着，却还是被误解。当她被警察带走时，嘴巴张得大大的想说话，可就是发不出声音，只能拼命比划，眼泪直流。那种无助，隔着屏幕都让人心酸。还有绰妮饰演的邓红，外表看似是个普通家庭妇女，可她的故事绝不会那么简单。每个人都有伤痕，每个人都想往上爬，可现实从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。没有救世主，只有彼此搀扶的姐妹。电影里有眼泪，但不是因为爱情，而是因为友情。这种女性之间的情感，比爱情更复杂，也更动人。黑妹被骚扰时，高月香第一个冲上去，可这种打抱不平换来的，只是更严重的报复。他们互相嫌弃，也互相依赖，哪怕吵架分开了，到了深夜还是会忍不住去找对方。她们不是所谓的苦难姐妹，而是用尽全力相互扶持的人。导演没有用廉价的感动去博眼泪，而是用这些微小却真实的细节，展现底层女性的生存状态。她们不是柔弱的小白花，她们是野草，坚韧到让人心疼。这才是国产电影该有的样子。向阳花的故事远比想象中沉重，但它的意义也远比想象中深刻。它没有刻意渲染苦难，没有狗血逆袭，而是踏踏实实讲述普通人怎么活下去这个问题。比起那些靠偶像滤镜撑起的所谓现实主义电影，向阳花更真实，
也更震撼。国产电影市场太需要这样的作品了。观众不是不喜欢现实主义，而是受够了假现实。真正的现实主义，不是流泪后转头就忘，而是让你从电影院出来后，还会忍不住去思考，如果是自己，会不会比他们活得更好？这部电影值得被看到。向阳花不是爽剧，不会让人看完觉得轻松。它沉重、真实，但也让人看到希望。它告诉所有人，活着不易，但只要不放弃，就一定能迎来光明。赵丽颖又一次挑战极限，兰西亚、绰妮等实力派演员贡献出色演技，整个故事既扎心又燃。这样的电影不需要炒作，也不需要流量，光靠口碑就能杀出重围。那么，你会走进电影院去看看他们是如何向阳而生的吗？